Hello， 各位小伙伴，大家好。今天麦帅哥呢就来到了嘉峪关关城的地方呢，给大家看一下。麦帅哥因为这次来是6月10几号，如果说7月份忘记来的话，刚刚看到停场全部是放满的。好，我们现在买好票，就要准备去坐区间车了。哇，大家看一下这个阵仗，就知道旺季这里会有多少人了。麦帅哥已经到达这城墙的旁边了。首先映入眼帘的就是冯胜，当时朱元璋呢，就是派这个冯胜将军呢来这里修筑嘉峪关的关隘。然后大家看到这个湖泊呢，以前呢就是供应嘉峪关士兵他们所用的泉水。因为嘉峪关现在是一个工业都市嘛，它现在用水量非常巨大，导致这个地下水位急剧下降，所以这个泉水它现在都是由黑山湖水库把这个水引到这个湖里面，供这个游客观赏用的。好，我们就来到了第一个进城之后的一个碑林，这里上面记载的一些捐钱的数量。修建的历史等等。好，经过这个长廊之后呢，我们就要来到这个关帝庙、文昌庙跟戏台了。这个前面呢，就进去这个关城的。其实这关城里面呢，是官员还有士兵他们走的道路。那一般的商贾啊，或者是一般的居民啊，只能走这个地方，叫做明道。这是门口的关帝庙，麦帅哥带大家各位小伙伴们进来看看。你看完的视频，你就等于来嘉峪关玩过一次了。这个呢，就是以前古代呢慰劳士兵的时候表演的时候用的这个戏台。好，麦帅哥要正式进入嘉峪关了。哦，这就是以前做官的啦，或者是士兵呢才能进去的一个禁地。好，上城墙之前呢，有一个即石雁鸣，就这个石头，它只要一敲呢，很像燕子的声音哦。这个是古代的士兵出行之前啊，或者是家人来这里敲击这个雁鸣，就是有一个祈求平安的寓意。好，各位看远方那边，这是北边的黑山，这个就是祁连山。从这里看呢，就是嘉峪关市的方向，这里就是关内，往这里一直走呢，就可以到长安了。然后呢，从背后这里一直走，就是往敦煌的方向了。嘉峪关这边虽然发生过几次的战争哈，但是因为打仗的地方呢是在外面的戈壁滩上面，都没有伤害到嘉峪关的主体。哦，这个就是刚才我们说的，这一般的民众还有商贾走的这个明道。那这个嘉峪关呢，它比较有趣的是，在这个关墙的外面呢，它是还有一个土墙的。所以它起到一个双重防御的作用。这个就是嘉峪关城最窄的地方是15公里，它其实是把这15公里全部做的城墙围起来的。大家看这个地方就是城墙，好，一直延伸，一直延伸，一直延伸，延伸到那个祁连山脉的山脚下。然后呢，在这个绿洲这片绿洲里面，它是有驻军的，所以这个城里面只有少数军官跟一些守城的士兵而已。好，在这个城墙里面呢，这里就有一块砖头，就是这里的定城砖。听说呢，这个嘉峪关盖好之后呢，因为算得非常准确，就做了这么一块砖。我们从城墙下来了，现在真正出这个关门了。哇！大家看看这瓮城的设计，如果你是敌人，在这个瓮城里面真的是感到绝望，什么遮挡的地方都没有，真的是死路一条而已。
好，这个地方呢，就是以前出关的时候要在这里办一个关照，就是以现在的护照。所以通关的话，就要拿这个关照才能出关哦。哪里人？哪里人？哦，城市的。台中。台中的。台湾。大墩。台中以前叫大墩，我们说大墩。哦，叫大墩。哦，我大墩来的耶。大墩人，台湾大墩人士。做生意干啥去？我要去做生意，哈哈，我的通关文牒。那古时候呢，从这个嘉峪关的关口出去呢，就是属于西域的范围了。等于说中原王朝的最后一个海关就是在这边。所以各位小伙伴，如果大家觉得关难过呢，就哄关吧。好，那我们拿到这个之后，就是古时候的护照，那我们就可以出关啦，做生意去喽，耶！好的，各位小伙伴，麦帅哥从嘉峪关关城出来了。从这个嘉峪关出门之后呢，我们就要离开中原地界了，拜拜，要去做生意了。古时候的人若朝这个方向前进，这个心情应该是很愉快的，要回到家乡了。麦帅哥就回到这个游客活动中心了。那我们等一下呢，还要去选币长城。好，然后这个票呢，它是一次性的，就是你只要买的，它是含这2个景区的。麦帅哥就来到选币长城的检票口了。上来之后，往右边呢就是选币长城，一直到山上这里，来回要1个小时。这个选币长城呢，往后面呢就是一直延伸到我们刚刚那个嘉峪关。好热啊！现在呢是6月12号，所以天气是有点热。现在的摄氏度是摄氏34度。好，这里就是长城的起点了。如果大家来这边玩，最好是选择4、5月份，好，或者10月份，可能天气会好一点。我们现在6月10号也还好，不是说非常热的时间。摄氏34度，其实是挺热的。现在已经开始陡峭起来了。好，最上面的敌楼了。最高峰的选币长城啊！现在是12点30分，麦帅哥总共用了大概23分钟，还蛮快的。只是这个大热天爬，大家的水分一定要预备足够，否则会中暑。哇！当初这个嘉峪关你出去的时候，就是这一望无际的戈壁滩了。当初龟兹国王其实有赞助玄奘法师一个商队，但这个商队最后到达印度的时候，只有玄奘法师一人。从这个最高峰出来之后呢，这边有一个供给点，卖水的，然后再走这个路回去。幸好这个下坡，因为如果是走那个长城上来，那个坡度非常陡，所以有点危险。麦帅哥从山下到山上呢，来回连拍照也就是50分钟到1个钟头而已。好，麦帅哥呢，中午就来这个餐厅吃饭了，在小红书上面看到的，听说里面装潢不错，哇，别有洞天呢，好像是一个绿洲的感觉。我们的包厢在这吗？在这里。好哦，哎，这个羊排是必点的，真的很好吃。我们这几天几乎天天吃，孜然烤的，外面香，然后里面肉是嫩的，超赞。有一个奇怪的食物，刚才麦帅哥点的，不知道什么东西，吃不出来。对，哦，芋头，对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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芋头。然后两边不知道绿绿的是什么？绿茶。绿茶，对对对，绿茶那个好吃哎。
我们麦帅哥这次来甘肃这里玩，全国的菜系你几乎都吃得到。这个叫做客家酿豆腐，我们广州的菜，然后你也可以吃到那个烤羊排，各式各样的菜都有。你如果是全国各地都过来玩的人，应该你的口味都可以习惯，哇，完全都没有那种离开家乡的感觉，这个味道一模一样，一口下去要了亲命了，太好吃了。没有吃过味道，不知道怎么形容。泡菜很脆很酸，然后有青椒，还有那个蛋片。好的，麦帅哥就吃完这个餐厅了，举园，哇，非常理想的餐厅。如果说有团队呢，或者是家人一起出来啊，其实你看它有很多个包厢的，而且它中间是一个院子。你知道在沙漠中啊，看到这种青色、绿色，还有这个花的这个花园啊，那感觉是一个非常奢侈的一个地方。然后它这整个一个温室呢，它是放上强烈空调的，比我们刚刚那个包厢里面还要凉啊。在这边喝个咖啡，然后坐一坐，聊聊天，真是再爽也不过了。因为麦帅哥这一次出来了，我们的团队呢是我安排的行程，我们就可以怎么舒服怎么来，不用像那个我们导游说有那个8天青干大环线的，有那个一天坐12个小时车子，早上5点出门，晚上10点到家，想到就头皮发麻。那麦帅哥吃完这顿餐，我们要朝下一个景点出发了。等一下呢，我们应该会去那个酒厂，叫做紫萱葡萄酒厂。因为麦帅哥找攻略找了半天呢，整个甘肃的路上啊，我就找了这一家而已，其他不知道为什么没有做广告还是怎么样，所以不知道。好，那我们等一下见。好的，各位小伴，麦帅哥就到了这个紫萱酒业，我们现在先来他的酒窖里面参观看看。这个品种园的话，它是只供于参观的，我们是从种植到生产都是一体的。I just wanna have fun, clap my hands, turn around now and dance, dance, dance. I just wanna have fun, clap my hands, turn around now and dance, dance, dance. I just wanna 哇，这个 have fun, clap my hands, turn around now. 这酒桶有3、4层楼这么高吧？ Turn around now and dance, dance, dance. I just wanna clap, clap, turn around, dance, dance. I just wanna clap, clap, turn around, dance, dance. I just wanna clap, clap, turn around, dance, dance. I just wanna clap, clap, turn around, dance, dance. I just wanna have fun, turn around. 地下7米哦。对，地下覆7米。我们刚刚所去到的这个苹果大厅，它是地下覆5米的位置。哦 ，OK。哇塞，这个酒要是一桶2万块的话，那不得几十个亿呀、I just wanna now and turn around, turn around. I just wanna turn, dance, dance, dance. I just wanna. 那我们看完这个介绍之后呢，麦帅哥我们再来品酒了。它第一个是这边葡萄品种比较多常见的就是赤霞珠，这是赤霞珠的。第一款的话，它是赤霞珠，一看2闻3品尝，它是一个橡木桶的烟熏味比较明显，奶油、巧克力含有黑色浆果、黑莓、黑加浓的一个香味。整体来说，它的酒体比较浓郁一点，单宁比较厚重。然后这个呢，就是刚才我们进来这个山葡萄的品种。第二个是利口酒，这个香味我们日常生活当中比较常见，带有焦糖、太妃奶糖的香味。它是一款加强型的酒，酒精度8度，是在发酵的时候去加入白兰地，终止发酵，提升了酒精度，保留了一个糖分。然后这个呢是那个白葡萄酒。最后一款是冰白，花香、果香、蜜香为主，甜中带着一点酸味，酸涩比较平衡。我们这样参观完酒窖之后呢，它这里就有一个贩售酒的专区，然后就可以完成这个行程了。好，那我们酒庄的行程就参观完毕。我们现在呢又要朝下个都市城前进了。我们下个都市呢就要去到张掖。好，那我们下个视频见，拜拜。没关系，来。你可以看到是随意对，随遇其景的。抖音。